Hello，大家好，这里是有路，欢迎来到有路微课堂。近年来呢，日本已经成为了不少去海外买房投资人的一些心头好。可能对于日本还不太了解的人会觉得日本是一个观光大国，很多人会选择在闲暇的时候去日本旅游。那么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日本近年来实行观光立国的政策，它的目标呢是在2020年可以实现4000万人次外籍人口入境旅游的这么一个突破。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日本入境旅游人口就已经实现了稳定且持续的增长。到了2016年的时候，它的入境旅游人次已经突破了2400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去日本买房究竟有哪些优势。在日本买房的时候，首都东京和近年来非常热的城市大阪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好的，首先我们来聊一聊日本买房究竟有哪些优势呢？日元是全世界大家都公认的非常避险而且保值的货币。日本呢本身就是一个利率非常低的国家，而且它已经连续27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以日元资产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避险还是保值的属性都非常的高。第二点，大家一提起日本，可能觉得是一个传统的、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它的房价肯定也不便宜。但实际上，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房产泡沫的时期，在那之后，它的房产价格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下滑的一个阶段，也是到2013年开始才出现了首次上涨的这么一个情形。所以说，日本这个国家整体它的房价实际上还处于一个非常低洼的价格，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本身多灾多难，这也就导致它的房屋的建造。包括它的抗震性和防灾性的属性都是非常强的，因此它的房屋质量相比全世界很多国家来讲都是更好的。第三点，其实日本它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它的房产市场到现阶段来讲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透明了。日后如果你拥有一套日本的房产，无论是想进行转卖还是出租，那么它的制度和交易都会得到非常好的保障。而且日本近年来其实它的房价虽然说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但是相对于很多东南亚国家来讲，它的上涨趋势其实是相对温和的。所以说实际上日本的房产更加适合长期持有去赚取这个租金，因为日本其实它整体的房产市场，它的租售比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很多人也许会有这个疑问，那么如果我要想去日本买房，我是应该选择它的首都东京，还是选择近年来呼声非常高也非常火爆的另一个城市大阪呢？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和大家说一说东京和大阪他们的房产市场和发展现状究竟是如何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东京，这个就是东京23区的大致一个地图。东京呢，作为日本的首都，实际上它同时也是日本的政治、教育、经济和文化中心。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东京这个首都圈，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圈以及经济圈。马上就要在东京举办的2020年的奥运会也为东京这座城市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这场世界级别的大城市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城市发展、交通规范以及它这个房产市场带来了怎样巨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大阪。大阪呢，实际上是日本第2大的城市，这个是大阪的这个地图，这个大阪府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它同时也是日本的经济重镇，有很多大型的企业都会把它的总部选择在大阪。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三得利的总部也就位于大阪，所以它其实的定位也是整个日本的一个经济重镇。下面一点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层层的利好事件将会为大阪这座城市带来什么。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 G20 峰会，很多人都想
喜欢把这个大阪对标当年的杭州，因为杭州也是在举办过 G20 峰会之后，整体的城市发展，包括房产都迎来了一波发展的小高潮。其次就是2025年马上就要在大阪举办的世博会，以及刚刚落定的这个马上就要在大阪新建亚洲最大的赌城政策。为大阪整体的经济发展、城市规划以及房产事业的发展都注入了无限的动力。最后一点，其实也是近年来跟大阪以及整个日本的这个蓬勃发展的旅游行业不可分开的，就是它的民宿行业。在去年刚刚颁布的这个新的民宿法规，它的规定是说，如果一处房产作为民宿来运营，那么每年的运营上限不得超过180天，也就是说，在一年365天当中，我只能有半年的时间是作为民宿进行运营和出租的。因为民宿它可能是有别于传统的这个房产长租这种形式的，因为民宿它可能作为短租的形式进行运营和出租，代表着它可能获得更高的这个租金的收入。但是大阪和日本其他很多城市和地区都不一样的是，它属于日本的一个民宿特区，也就是说，我在日本如果拿到这个合法的民宿牌照，我是可以进行365天合法的民宿运营的。这也为大阪当地的这个民宿产业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好的，刚说完了这个东京和大阪重点的一点标签之后，我们在最开头其实有说到，日本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这个房产泡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房价其实都处于长期的下滑状态，也是到了2013年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种种的政策把控的情况之下，日本的整个地价和房价才开始实现了回升。所以整体来讲，日本现在的房价是非常低的，你现在购买的一套房产很有可能是跟20年前是相同的价格。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东京和大阪，它的房价究竟是如何的。东京呢，作为日本的这个首都，它也是全日本这个房价比较贵的这么一个城市之一。它目前的房产均价可能要在4到6万人民币每平米左右，一些核心区域、地铁区或者一些商圈、地标区域的房价可能相对来讲更贵一些。而大阪呢，虽然说作为这个日本的第2大城市，但是它的房产均价其实远远不及东京，只有东京的60%到70%，甚至更低。好的，这是房价。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租售比，也就是租金收入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东京和大阪它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这是日本土地局去年公布的一个日本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的一个入住率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大阪是作为日本入住率第1的城市，它的入住率可以达到84%左右。然后第2名就是日本的首都东京，东京的入住率可以达到79%左右。第3、第4可能就是日本另外一些比较著名的城市，比如说京都以及福冈。这张图就是日本土地局去年公布的一组数据，它代表的是日本的一些主要城市目前的一些租金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东京依然是整个日本这个国家租金最高的一个城市，它的最高的租金可以达到8万到9.7万日元每个月，大概就是5000到6500块钱人民币每个月左右。那么大阪，我们看到大阪的中央区，实际上它的租金是在5.5万到6万日元每个月，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3000到4000人民币左右每个月。但是我们要知道，大阪的房价实际上只有这个东京的60%到70%，甚至更低。而且大阪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的利好事件的加持，实际上它的无论是房价的涨幅还是地价的涨幅，在整个日本来说都是遥遥领先的，甚至要领先于它的首都东京。所以呢，综合考虑来讲，如果在你的预算充足的前提之下，日本的首都东京绝对是你不错的选择。因为东京呢，作为日本的首都，它的房产无论是从保值属性还是避险属性来讲，都是非常强的。而大阪呢，近年来在这个民宿行业的蓬勃发展、万博会、赌城 G20 等一系列利好事件加持的条件之下，它的租售比或者是这个现金流收入将会非常可观。
OK，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也欢迎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联系我，我会专业的帮您定制属于你的日本买房方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将会持续更新一些海外房产的相关资讯，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持续关注我哦。